嗨，大家好。之前的视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中国和印度边界那点事儿。那么中国的边境还有哪些悬而未决且存在争议的地区？东北和西北大片的领土又是如何失去的？南海那么多国家争来争去，怎么这么乱？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通过一系列视频来介绍一下。陆上边界中的西南方向，之前介绍中印冲突的视频中已经很详细的介绍过了。主要争议之地分为东、中、西外加西金共4段。是由于当前英国佬在这里随便画了3条线而导致。详细情况请参考这期视频。那么陆上边界还有哪些有争议的地方呢？首当其冲的莫过于东北方向，在近代失去了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近期话题火爆的港口城市海参崴也正是在这里。如今海参崴已经很少在中国的新闻中被提到，年轻人中很多人也已经不知道这个地方了。要不是近日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篇纪念弗拉迪沃斯克建成160周年的微博，想必这座城市依然不会被人提及。注意，我截取的这个截图中所发布的微博是第2天重新发布的，而其中的统治东方4个字已被移除。那么这个统治东方的弗拉迪沃斯克是何时建成的？包括海参崴、库页岛在内的东北大片领土又是如何丢的？我们还要得回来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大清入关之后，带着嫁妆把辽东以北的女真故土一并带入中国，成为现代中国版图的雏形。而后康熙爷跟北方的毛熊打了一架，把毛熊赶走后，签了一个条约，叫做《尼布楚条约》。自此，中俄双方开始有了明确的边界。圣祖康熙大家很熟悉了，秦鳌拜、平三藩、南收台湾、北拒毛熊，功劳甚大。而民间津津乐道的却是他的立储之谜。而正是这个悬而不定的立储，跟100多年后东北的大片领土的丧失还扯上了那么一点关系，这个我们稍后再讲。当时的大清长这个模样，好像跟现在有点不一样，还蛮大的嘛。没错，当时的库页岛、海参崴都在大清的版图之内，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都是中国的内江。那么这个内江如何变为国界？北边和东边的大片领土又是怎么没的？我们继续接着看。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2国在边境100多年倒也相安无事，你打你的鱼，我耕我的田。但女真腹地毕竟是满清龙兴之地，所以清朝前期严禁关内汉人出山海关谋生，所以偌大的东北土地到了19世纪时也才几十万人口。而黑龙江以北的外东北苦寒地区就更加鲜有中国人的活动了，但你不去，自然而然别人就会来。等到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的时候，黑龙江以北可以说已经毛熊遍地走了。没错，外东北这片土地也正是在1858年5月瑷珲条约中被割让给了俄国。此条约正是由当时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耶夫与清王朝黑龙江将军义山所签。提到这个义山就有意思了，义山听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跟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有点关系呢？没错，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位黑龙江将军，他可是妥妥的清朝宗室，根正苗红的爱新觉罗皇族血脉，祖上刚好是康熙爷的14子胤禔。看过雍正王朝的想必知道，这个皇14子胤禔虽为雍正帝的异母同胞，但却在打王者荣耀过程中果断站在了雍正的对立面，跟老八强行组队。而到了康熙末期，更被封为抚远大将军王，代父出征青海，成为清朝唯一的大将军王。这就气坏了四爷雍正，别人不是一个妈生的也就算了，连你也要跟我抢。而后的事情大家也知道，康熙驾崩，次子胤禛继位，这就是雍正。但继位了却并不消停，民间竟然流传起康熙的诏书本来是要传位14子，却被雍正恬不知耻地强行改为传位于4子的流言。你胤禛的皇位来路可不正啊！雍正心里苦啊，你妈这些刁民见过诏书啥样吗？你们家诏书就5个字啊！进而对他的这位14弟极为不爽。因此14子胤禔虽然不像老八那么惨，但雍正一朝都被软禁于景山。可想而知，老14这一支虽然也姓爱新觉罗，但始终无法重新回到清朝权力的中心。而到了胤禔的玄孙这一代，瑷珲条约的主角义山到了31岁时才只混上了个3等侍卫，但壮志未酬的他每天对着镜子说，我要像我爷爷的爷爷一样，我也要做大将军。还别说，他的机会真的来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义山被派去广州打英国人，还真的被封了个将军，叫做靖逆将军。但这位3等侍卫出身的将军可真够现的，出城一战即投降，还跟英国人查理一律签了一个广州合约。这个条约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启近代史以来的第一个条约。此条约虽未割地，但却赔了一大笔钱，
这就气坏了道光皇帝。就你这样还想当将军呢？真是辱没了爱新觉罗的姓氏。北京别待了，离我远点。新疆、黑龙江这2江总督，你选一个吧。义山心想，这2个地方虽然偏远，但毕竟还有个将军可以做做啊。于是先选了新疆，做了伊犁将军。但一去新疆可不得了，义山立刻发挥了其签约小能手的本色。这次跟俄国人签订了一个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这个章程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它却是清政府同沙皇俄国在近代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连跟英俄2国签了条约，你以为这就结束了？那就错了，这还远远没够。义山即将迎来他自己人生的最大手笔。随后，这个爱做将军的3等侍卫被派去东北做了黑龙江将军。而后，第2次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忙着跟英法在南方作战，而北方的爱辉城下与毛熊直接对峙的重任就交到了这位黑龙江将军的手上。但这一次，一方是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时至今日仍被印在5000卢布上的穆拉维耶夫伯爵；另一个是爱新觉罗的直系血脉，从小就梦想做将军的签约小能手义山。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清军未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义山大笔一挥，将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割给了毛熊。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和库页岛在内的这40万平方公里故土，也变为中俄共管。如果说近代中国丧权辱国赔钱最多的是辛丑条约，那么割地最大的一笔当属义山这一杰作爱辉条约了。这也为而后一系列的中俄条约开了一个罪恶的先例。而穆拉维耶夫也凭借其3寸不烂之舌，外加威逼利诱，不仅为沙俄拓展了远东，还拿到了出海口，也因此被俄皇封为阿穆尔斯基伯爵，即黑龙江伯爵。而那位黑龙江将军呢，他的将军梦也就此终结。先锋皇帝大怒，将其革职查办，爱辉条约不予承认。但不承认貌似也不行了。2年后，北京被攻陷，毛型跑来调停，说只要承认爱辉条约，我就去劝英法走人。其实人家英法本来就是要走的，抢点东西，换个约就撤了。无奈又被毛熊薅了一次羊毛。中俄签订了北京条约，这一次连中俄共管那40万平方公里也没了。这就是为什么第2次鸦片战争是英法联军进北京，签约的时候毛熊也来插一脚的原因了。那么中俄边境自尼布条约后，原本100多年相安无事，为何毛熊此时跑来揩油呢？原来爱辉条约的签订其实是源自于一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战也很有意思，它间接改变了当今世界中美俄3强的版图。就在爱辉条约签订的前2年，持续了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国、法国外加奥斯曼和萨丁 4K1 一起搞毛熊，最后毛熊被打得裤子都没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在绝望中死去，而英法2国显然还没过瘾。欧战刚一结束，就派来中国跟大清开战，这样就挑起了第2次鸦片战争。而毛熊心里苦啊，我本来约好了跟土耳其单挑，结果你们一堆人上来围殴我，人家就是想在黑海里游游泳嘛。无奈之下，黑海混不下去，只能向东。也刚好他的2个敌人英法也在搞中国，这样就给了毛熊渔翁得利的机会。现在是英法2打1哦，你要是不跟我毛熊签约，就变成明星3打1了。斗地主你行吗？其实当时克里米亚一战，毛熊连裤子都输没了，根本无力跟大清开战。无奈他遇到的对手是我们的签约小能手爱新觉罗义山，这样就有了后来的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样中俄2国东北方向的版图既定，并延续至今。但为什么又跟美国扯上了关系呢？其实克里米亚战争时，俄国在美洲大陆还有一大块领土，而为了要保护俄罗斯美洲部分，就要跟在加拿大的英军正面硬刚。海上毛熊的帆船水平对大英帝国海军可想而知，白令海峡上只能是一个追一个跑。路上加拿大英军4万，毛熊只有700，这还搞个毛？而正在进退维谷之际，这位俄国的黑龙江伯爵从中国的黑龙江将军手中刚好忽悠来了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一个天然不动军港海参崴，这样就不仅拓展了俄军的战略纵深，也让此后俄国的重心由美洲大陆向东北和朝鲜半岛转移。至于俄罗斯的美洲部分，既然保不住，又不肯直接放弃送给英国，那就卖给他的敌人吧。谁呢？美国啊！大家想不到吧？现在如胶似漆的英美2国，当时的仇可大了。就在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之前，英国就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表演过一把，把白宫给点了。所以美国对英国那叫一个恨啊！
既然毛熊送来大礼，当即收下。于是就在中俄缔约确定东北边界后不久，美俄之间的边界也随即确定。1867年，沙俄将其美洲部分以720万美元的低廉价格卖给了美国，这就是阿拉斯加。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瞧了美国购得的这个阿拉斯加，它可比我们的新疆还要大呢。好，以上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中国东北，包括海参崴和库页岛在内的大片领土是如何失去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土地我们还要得回来吗？21世纪的今天可不比19世纪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即使你的国家再强，想动干戈去吞并对方土地已然不现实，更何况100万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地方，除非天下大乱重新洗牌，而这又可遇不可求。其实之前毛熊稍微给了那么一丝丝机会，那就是苏联解体，15个加盟共和国顷刻间土崩瓦解。当时的毛熊那叫一个惨，在东北边境为了换面包，什么都拿来卖，就差卖土地了。而当时的戈尔巴叶利钦之流又是些极好忽悠的货，说不定哪天毛熊大帝喝大了，大笔一挥卖给我们也说不定呢。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强大，仅有的外汇储备也只够拿来买苏27这些军备。而后上台的普京可就没那么好对付了，再加上美帝又在一旁虎视眈眈，中国又太需要毛熊这个战略伙伴垫背，所以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自此边界划定，再无争议。但无论我们和毛熊现在关系多么友好，无非都是权宜之计，说白了互相利用罢了。在国家利益面前，本身就没有永远的朋友，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试想100多年前，英美可是敌人，美俄还是好朋友呢。所以中国人脑子要很清楚，5000年我们一路走来，有过辉煌，也有过坎坷。失去了中国的强大，你的肤色就会变为枷锁。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日子又不是没过过。经谁都没用，唯有自强才是王道。朋友可不是贵出来的，一方友好的门槛过低，势必将造成另一方友谊的昂贵。就好像一个人，你足够强大的话，就算你长得像外星人，依然会有人抢着叫你爸爸；而你什么都没有的话，微信里朋友再多也没个卵用。中华民族正朝着伟大复兴的道路前进着，对于这个目标，每个中国人都矢志不渝。唯有真正站在世界之巅，以静待变，曾经属于我们的才有机会失而复得。好，东北边界包括海参崴的问题说完了，接下来就是西北。中俄此后又签了一系列的条约，我记得之前关于新疆出过3期视频，那么西北边界的问题就放在后续的新疆系列吧。至于外蒙古和南海，那就是民国之后的事情了，这个我们放在下期视频再来介绍。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